休渔期前的第一个网看起来还算是挺丰收的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啊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船已经出发了啊。今天晴朗，有晴朗好几天了，准备去外海，先过个2天1夜，然后回来再过去一趟外海，连续的出发去外海啊。难得的晴朗这么多天，已经很久没有晴朗这么多天了，要半年的以上没有晴朗这样晴朗了。然后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准备出发前往外海。这一趟出海捕鱼也是休渔期前的最后一次出海了，而且我们选择是出外海啊。这一边渔政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到处在检查这个船只的休渔情况了。出完这一趟外海就要3个半月不能出海捕鱼了，不能出海放网。又是到了这个熟悉的岛屿准备休息了。一般我们都是把船停泊在这个小岛的附近。船停泊下来之后的第一件事，也就是冲洗甲板了。每次都是这样子的。放网的位置离这个小岛大概是20分钟的船程就可以到达了。今天的潮水比较早啊，所以4点多就要开始过去拉网了。没办法完全等到天黑，也只能留2个网到天黑之后再过去拉。要趁着潮水刚到，白天的时候要拉2个网上来。也不是说白天的网就渔获比较少吧，也要看运气吧。不过相对网上的渔网，确实白天的渔获会少一些的。现在网也就拉上来了，看一下收获怎么样吧。先来了一条泥猛鱼哦，最近几趟外海泥猛鱼的数量都比较少，不过等天气炎热一些，泥猛鱼就开始多了。今天的气温也比较舒适，看泥猛鱼会不会多一些吧。小黄鲫也来了条啊，这条这么小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吧。软丝墨鱼还来了一个哦，这个季节的这种墨斗跟软丝墨鱼都会比较多一些。这个软丝看起来挺不错的啊，今晚拿来煮宵夜挺不错。来了一个刺豚鱼哦，最近的刺豚鱼好像是比较少的吧。刺豚鱼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就行了。后面还带着泥猛鱼跟小剥皮鱼过来，先把这2条能值钱的解出来，再把这个刺豚鱼换回海里面去。看来天气变冷和泥猛鱼就出来活动了。前面的几次外海没有今天这么暖和，泥猛鱼就比较少啊。估计泥猛鱼也是比较喜欢气温高的时候啊。跟那个小剥皮是一个德性来的。看吧，接连的来了这么多泥猛鱼，偶尔还有几条小剥皮鱼过来。估计也是因为最近的气温比较高，才会有这么多的渔获过来。上一次外海白天拉的渔获就比较少啊，但是这一次的渔获显然是要比上一次外海要多一些呢。前几次外海的小真鲷比较多啊，但是这一次好像捕到的小真鲷不多，这才第1条。但是前几次外海的大真鲷也是比较多，所以大真鲷的话就等到晚上的大网看有没有吧。小真鲷也还是有的，只是数量没有上一次外海那么多而已。这一次是泥猛鱼比较多。每个季节的渔获都不尽相同，夏天的时候这种小条的渔获会比较多，而冬天的时候那种大肥鱼又是比较多。小香头也来了一条啊，夏天的小香头也会比较多的。然后就是家鲫，家鲫就是夏天的旺季。冬天的时候就基本没有见到这个家鲫的影子，要夏天才会比较多。不过现在的泥猛鱼是刚过来，所以个体还是比较瘦了一些。要再过一段时间，天气比较炎热了，泥猛鱼就会开始肥起来。又是刺豚鱼，看来刺豚鱼的旺季也是快到了。小海胆也来了一个，看来估计是泥猛鱼长大了，或者是回游过来了。不过这样的泥猛鱼还不算大，在外海的泥猛鱼一条可以长到2斤多呢。也只有外海的泥猛鱼才有办法长到这么大，近海的基本没有那么大的。
即使是养殖的泥猛鱼，也没有养到那么大的。今天的这些香头也都是比较小条，上一次还有大条的过来，这次还没有见到啊。哟，老虎鱼也来了一条啊！这条老虎鱼还挺大条的。最近捕到的老虎鱼还是比较少的啊，这么大条更少了。老虎鱼的价格也是很久不变的，一般都是维持在150块钱，即使是休渔期，它的价格也是150块钱。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啊。小剥皮也是开始多起来了，因为夏天快到了。这些新回游过来的小剥皮就不是很肥啊。又来了一个海胆，这个网的海胆那么多的吧？这个要比上个大。观赏鱼也放回海里面去。观赏鱼在我们这边是没有人要的啊，还不如来一条小香头来的实际。可惜这是休渔前的最后一趟外海了。等到下一次过来外海都是休渔后了，那时候的泥猛鱼就肥不少了。到时候就不仅肥，而且大条。这一会儿倒是来了挺多了这种香头的。香头啊，学名是叫做平头鲷。这种小条的香头已经是20几块钱，大条的就可以卖到30块钱。不过等到休渔期的时候，这种小香头估计价格也是要翻倍啊。泥猛鱼估计也要翻倍，毕竟休渔期的渔获是少得可怜啊，基本都是用钓的。少了拖网船的作业，渔获肯定是少之又少的。养殖的就会增多，而野生的就少很多了。到时候整个市场都是以这个养殖的渔获为主了，野生的数量一少，价格自然就涨上来了。每年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还好在这个休渔期的最后一天，天气晴朗了一下，要不然都准备休渔了。原先的时候看起来天气是不好啊，但是今天出来一看，虽然有风啊，但是已经平静了不少。也感谢老天爷给的这个机会啊，也已经有很多的渔船也都是不出海了。毕竟今天出海的渔船也都不多了，还在辛苦奋斗的渔船就是有鱼吃啊，多赚点钱好度过休渔期。毕竟整个休渔期可是要3个半月呢，3个半月不能出海放网，只能做钓，渔获肯定是少之又少的。整个休渔期能赚到的钱也是比较有限啊，而且也是没有补贴的，完全靠自己。而且整个南澳岛是没有工厂可以打工的，所以渔民也是比较难的。大部分的渔民都会选择出海钓钓鱼或者钓钓鱿鱼之类的，还有一小部分就选择了出去外面打工，当然这一部分都是比较小的了。而我一般都是去钓钓鱼或者钓钓鱿鱼的。这一个网上来的渔获也是稀稀疏疏啊，成群的渔获过来的次数也并不多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并没有值钱的渔获过来。好像我们也是挺久没有看到山刀鱼的影子了吧？海红斑倒是偶尔能捕到啊，上一次进海就捕到了海红斑。但是山刀鱼就是真的很久不见了。虽然说这个网目前来看渔获是不少啊，但是没有值钱的渔获就是遗憾。都是为了生活，很多渔船都已经休渔了，但是我们还在这里奋斗着呢。特别是今天的天气还不是特别的晴朗，才比较麻烦。现在的渔船也是摇摇晃晃的呢，但是风浪就没有上一次进海的那么大了。这一个网的渔获种类也是比较少。黄鲫也来了一条啊，这条就相对大条一些了。
最近的黄鲫也是比较少啊，估计也是要等夏天才多一些。但是今天的泥猛鱼数量体系就比较多了，这个网主要的角色也就是泥猛鱼了。而小剥皮就是第二主角了，数量也是开始多起来了。后面的这几条泥猛鱼相对就要大条一些啊，比前面的要大条一些。现在的泥猛鱼一斤也是35块钱啊，不过这一次回去卖不知道会不会涨价一些，毕竟也快休渔了嘛。鱼排就可以囤货囤到休渔期再卖，而我们就没办法这样操作，看能不能涨价一些吧。应该是不会降价的，涨价就不好说了。小黄鲫也来了一条。这一会的泥猛也开始三五成群的过来了，毕竟泥猛鱼是成群活动的，这种群居的渔获就比较容易中到它的鱼群。哇，这一条泥猛鱼看起来倒是要肥一些，而且是大条一些。这样子，这个网也就拉完了。渔获虽然不是非常的多，但是以这个泥猛鱼为主还是挺多的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南澳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